二人大打出手，可没想到于夫人竟落下风。王凝娇趁机放出信号烟花，灰蓝色的夜空中一片璀璨和瑞笑。于夫人双手一左一右提起江澄与魏无羡，冲出了厅堂，直奔莲花坞的码头。诀别之际总是痛苦的，画面中的于夫人一阵嘱咐，将紫电给了江澄。紫电将江澄与魏无羡牢牢捆在了船上，于夫人又重重踢了一脚，让小船飘向江心，旋即便持着长剑往莲花坞大门里去了。看着于夫人傲然决绝的背影，众人不由感慨：可惜了一代女中豪杰。江燕离此时已经泪流满面，抽泣声让人心疼。江澄也哭了，但他一生要强，不愿他人察觉，只能强忍不出声。江流水急，两人奋力狂挣，紫电依旧纹丝不动。魏无羡忽然眼前一亮，喊道：“江叔叔，是江叔叔回来了。”江风眠奇道：“阿长、阿英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”江澄慌道：“父亲，父亲，快放开我们！”结界内，江风眠问于子渊：“三娘子，我一直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让紫电与我认主的。”于子渊斜睨他一眼，冷然道：“不告诉你。”画面中，江风眠通过二人慌乱的解释，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。江澄与魏无羡再次被紫电捆住，江风眠则随着来时的船往莲花坞的方向驶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紫电才松了下来，化为一枚银色的指环，戴在江澄手上。他们卯着一股濒死般的劲儿，拼命地划水。1个多时辰后，终于徒手把船划回了莲花坞。众人随着二人回到莲花坞攀墙窥探，画面令人悲愤。江风眠夫妇看到这一幕，二人心中大痛。两人跌跌撞撞地离开莲花坞，大悲大怒之下，江澄失去了神智，哭着咆哮。魏无羡也在哭，两个人跌坐在草丛里，看着对方痛哭流涕。蓝景怡都看哭了，她红着眼吭吭哧哧道：“魏前辈，魏前辈跟江宗主。”说着吸了吸鼻子，又接着哀声道：“他们太惨了，太惨了啊！”金陵也是红着眼睛，巴巴看着自己那个正在偷偷拭泪的舅舅。江澄永远忘不了那一日的莲花坞，一幕幕再次赤裸裸地摆在他面前，本就悲从心来。看见这些小崽子们一个两个的哭成这副德行，一阵心烦，他唇角扯出一抹嘲讽，道：“都行了吧，我这个当事人还没你们哭得热闹。”金陵哑着声音道：“舅舅，你就是嘴硬。”江澄闻言一瞪眼，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，吓得金陵赶紧缩了缩脖子，又躲到母亲身后。且说画面中，魏无羡、江澄二人第二天一大早便相互扶持着步行前往眉山。从昨日到今日，体力消耗严重，他们走了半日后都开始头昏眼花。魏无羡独自去买了一堆吃食干粮，然而回到他们分开的地点，江澄却不见了。疯了一样，魏无羡拔腿就跑，可是奔出一段路后，他双膝一软，扑到了地上。他捡起地上的馒头，囫囵2口便吞下一个，胸口隐隐作痛。结界内，江燕离、江澄、蓝忘机三人看着画面，一个比一个痛苦，可是却无能为力。魏无羡调息片刻，决定先去莲花坞确定一番。他贴着墙前行，忽然迎面走来一个身穿炎阳烈焰袍的人影。电光火石之间，魏无羡便将这个人擒住了。众人震惊于鬼将军生前竟然是一个眉清目秀的俊逸少年，再对比成为凶尸的温宁，简直不敢想。温宁道：“魏公子，你是要回来救江公子的吗？我可以帮你把他救出来。”没过一炷香，温宁居然真的背着江澄悄无声息地出来了。温宁道：“江先生和江夫人的遗体，我已经让人移出去了。”江澄看着伏在温宁背上的自己，心中想起数年以前在乱葬岗之时，鬼将军还未练成，他与魏无羡因要不要了结了温宁而争吵。江澄此时心中百感交集，有悔恨，有不甘。他心中极端的想，怎么好像魏无羡、温宁都很无辜，就只有自己那么可恶。故事画面转到魏无羡与温宁初识的那日，温琼林内疚的道：“对不起，你推荐我却让你丢脸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有什么可丢脸的？你以前不常在别人面前射箭吧？刚才是紧张了，有点自信。我老实跟你说吧，我见过的所有世家子弟里，剑法比你好的绝对不超过3个。”
江澄也因这段画面想起那年岐山社役，确实有见过温宁，只是他那时只想着要交出好成绩，对于其他的一切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回忆的画面结束，在温宁的安排下，他们来到夷陵间茶寮，就见魏无羡刚缓缓放下戒心，房间门突然被破开，众人跟着魏无羡一起被吓了一跳。来人是位姑娘，身上穿的炎阳烈焰袍，品级非常高，与温朝平级。三人将这对峙半晌，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魏无羡正欲动作，岂料那姑娘先他一步行动，啪的一声，重重摔上了门。温情三言两语把来人通通调走，众人跟着松了一口气。昏睡了许久之后，江澄终于悠悠转醒。江澄道：“魏无羡，你知道华单手为什么被叫做华单手吗？”江丰眠夫妇惊呆了，于夫人急忙问江澄：“阿成，你的灵力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江丰眠紧接着问。江澄痛苦万分，金丹这一词于他而言是愧疚一生的事，每每想起，心中就会滔天而起一股无力与悔恨。他闭上眼，痛苦道：“阿爹阿娘，别问了，你们别问了。”江氏夫妇闻言，眉头锁得更紧了，只以为是灵力无法恢复，不愿提起。两人不禁重重叹了口气。金陵看着这边，欲言又止。画面中温情像是摊牌般把利害关系说得清清楚楚，江澄在外听的更是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。原来当初魏无羡为了救自己，竟是这么忍气吞声。温情道：“等他伤养好了之后，赶紧走。我可不想和温朝打交道，尤其是他身边那个女人，我看了恶心。”在场的众人又想起王灵娇那副嘴脸，一致认同，确实恶心。温情此时无比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，若是当时没有收留他们，再后来魏无羡或许就对自己的求助无动于衷了。3日之后，魏无羡告别温宁，背着江澄走了一段路，向一位守林人借了一间小屋子。江澄醒来后，不喝水也不进食，仿佛一心求死。魏无羡道：“你不补充体力，怎么去拿回你的金丹？”江丰眠边听魏无羡信口胡诌，边沉思想些什么。于夫人挑了挑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几日后，魏无羡带着江澄跋山涉水，来到了夷陵的一座深山之下。江丰眠看着这荒山，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魏无羡拿出一条布巾，蒙住江澄的双眼，再三叮嘱：事关能否重结金丹，能否报得血海深仇，江澄自然不敢大意。他转过身，慢慢地朝山上走去。江澄此时心底突然涌起一股难言的焦躁感，他特别想冲进去跟里面的自己说：“别去，千万别去，不然你一辈子都欠魏无羡了，一辈子都要心腹愧疚了。”可历史无法改变，书籍的故事依旧照常上演。画面来到7天后，蓬头垢面的魏无羡出现在山脚下的小镇上。他刚一进茶楼，便有伙计笑着迎了上来。魏无羡当即心头一跳，旋身撤出。谁知才迈出茶楼大门一步，一道黑压压的高大影子欺了过来，雷霆一掌击在他心口。看着温竹流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江丰眠这下是彻底明白了，他不禁哀叹道：“阿英这孩子，哎。”而一旁的于夫人也猜出来了，她眉头紧蹙，似有不甘。看到魏无羡被温朝等人围起来一通暴打，蓝忘机的双手握在袖中，止不住的颤抖，心口隐隐发痛。温竹流将魏无羡从地上提起，温家众人带着他御剑飞行了一段时间，雪白的云层忽然被一道黑色的苍山破开。乱葬岗。温朝狞笑道：“你永远都别想出来。”接着众人就眼睁睁地看着魏无羡被温朝从剑上掀下去，直直坠进乱葬岗。蓝景怡哭个没停，他呜咽道：“思追，魏前辈，魏前辈他。”金陵不耐烦道：“蓝景怡，你够了没？魏无羡现在好好的在云深不知处睡大头觉。”转眼间就来到了3个月之后，画面中先是那对令人作呕的温朝和王灵娇，众人知道射日之争来了。结界中传来一段朗诵温氏家主温若寒的发言：“这4家之中，兰陵金氏是根墙头草，说不定马上又要回来，抱着温家的大腿哭爹喊娘。”金子轩大怒：“你他妈谁哭爹喊娘？”清河聂氏家主郭刚一者，迟早要死在自己人手里。聂明觉更气了，站起身拿刀就要砍向悬空的书籍。蓝曦臣聂怀桑赶紧上前拉住他：“大哥，这里无法使用灵力，别冲动。”
是啊，是啊。姑苏蓝氏被烧得一败涂地，家主蓝曦臣不过是个小辈，扛不起什么大事。正在拉念名爵的蓝曦臣闻言嘴角抽动，一向温文儒雅的他只是继续劝聂名爵道：“大哥，这都是过去，我们早就打赢了。”语气中颇有较劲的意味。最可笑的云梦将士，满门徒的徒散的散，就剩一个比蓝曦臣还小的江城，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。江城强迫自己深呼吸，不能让人看笑话，硬是将怒气压了下去。